已经开始检票了，贴个牌还贴半天，你是手残还是眼瞎？全家人等你一个，耽误了旅行，你赔得起这头等舱的票钱吗？马上好吗？马上好，我马上，你哪次不是马上？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，一事无成就是个废物。我家怎么娶了你这样的媳妇儿？磨磨蹭蹭的，快点儿！女士，请出示传票。我们5个人呀，票都在这儿呢，4张成人票，1张儿童票都在这儿了，没有您的票。不对啊，我们一家5口的票是一起买的，怎么会少1张？哎呀，嫂子，真不好意思，最后那张头等舱的票，豪哥心疼我没买到票，就送给我了。豪哥说你在检票口这等会儿，普通舱的票一会儿就能上船了。什么意思？陈豪，这是我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旅行，你说都不说就把我们的船票给了别人。林月，曼曼正好也要坐这趟船，她没买到票，我帮个忙而已。等我们上了船就给你补票，你在这儿等会儿，一会儿上船去餐厅找我们会合。那为什么不能是给他补票？这可是我们10周年。嫂子，你别误会，我跟豪哥要谈生意，才先占用了你的票。你要是实在介意，要不我现在下船？不就是让你等一会儿吗？又不是不带你去，你在这闹什么脾气？行了，我们赶着上船，你懂事点，别影响我工作。我早说不带他了，天天在家什么事儿都不做，净会给人添麻烦。家主，您让我们在游轮上安排的惊喜已经准备好了，今晚您就能公布林氏集团掌权人的身份。知道了，你们先上船，帮我把行李放好。是。当年我为了陈豪和父母打赌，隐藏身份嫁入陈家10年，如今看来，爸爸妈妈或许是对的。算了，总归是夫妻一场，好歹他还记得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再给陈豪一个机会。普通舱的客人可以登船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慢？你是不是又磨蹭了？萱萱，妈妈刚才在下面等票，耽误了。别碰我，你手上都是汗，脏死了。这么晚才来，等你等到菜都凉了，登个船都能比别人慢1个钟头，磨磨蹭蹭就会拖后腿。行了，既然来了，林月你慢慢吃，我们先回房间了。耶，终于可以不用等废物妈妈了，我要去楼下的儿童游乐场玩。对了，单人间没票了，给你订的是普通舱拼床房，反正你天天在家享受，难得跟我出来玩，睡哪儿不重要。你让我跟陌生人拼床？陈豪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好是为了庆祝我们结婚10周年的全家旅行，凭什么让我去跟陌生人拼床？我说了，补票的时候已经没有单人间了，而且预算不够了。我赚钱不辛苦吗？我都是去跟儿子睡一个房间，你就一个人忍一忍不行吗？哼！林月，你以为咱们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本来这出来旅游就没打算带你，是你非说要庆祝10周年纪念日，陈豪才加上你的。你知道你一个人要多花多少预算吗？真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。嫂子，你又不用赚钱养家，不知道豪哥赚钱多辛苦。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出来玩，豪哥花了不少钱呢。不过还好你们提前订了头等舱，豪哥心疼我没买到票，就把头等舱让给我喽。苏阿姨，爸爸，你们别理妈妈，妈妈就是个废物，什么都不懂。她天天在家什么都不做，只会花钱。萱萱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？奶奶，妈妈瞪我，我怕。瞪什么瞪？萱萱哪里说错了吗？你天天待在家里吃闲饭，什么时候出去上过班？吃我们的用我们的，还在这挑上了。陈豪，你究竟还记不记得今天是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？哎呀，嫂子你别生气呀，豪哥也只是重视我这个客户才把房间让给我。你反正在家享福惯了，就懂事一点，不要给豪哥添麻烦嘛。要不还是我去拼床房吧，嫂子都这么生气了，别闹得大家都不愉快嘛。哎，就是我比较认床，跟陌生人一起，晚上可能睡不好。别管他，你可是我的贵客，他一个在家吃干饭的能跟你比？别理林月那个废物，走，咱们带萱萱出去玩。太好了，最喜欢苏阿姨陪我一起玩了。林月这个蠢货，非要和她老公吃醋对着干，活该被嫌弃。不过正好，陈豪可是年薪300万的高管，只要想办法逼走林月，让我嫁给陈豪，我那2000万的贷款窟窿就有人填了。
林月，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？曼曼是我的老客户，帮过我很多忙，又不是外人，照顾一下怎么了？你天天在家吃干饭享福，现在不就是在外面拼个床而已？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享福？我们结婚10年，你出去和朋友喝酒聚会的时候，我在家负责做饭做菜；你和客户出去鬼混，我在家伺候你爸妈；你带你出去旅游，我家做家务。10年了，我知道上船前忙狂想给你们拉行李，现在你们一起住着我给你们订的头等舱，却把我排除在外。你这就是你说的吃干饭享福？林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在外面这样丢不丢人？结婚纪念日旅行，让自己的老婆和陌生人拼床，就不丢人吗？你别闹脾气了，说好的一起旅游，你不是说想看晚上的豪华游轮特别演出，还不快跟上？我算是终于看明白，在你眼里从来没有我。既然如此，我祝你们玩得愉快，就不奉陪了。好，你有本事就别回来，我还不信了，离了我你能活得下去？今晚的惊喜取消，给我准备一间套房。另外，你让律师马上陈家部的房间取来，不要让陈家知道。爸妈，你们是对的，10年青春真就是为了狗。爸爸，快看，是直升机！林氏集团，那不就是我们公司？爸爸，我也想坐直升机。居然是赵特助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从不露面的老板也在船上？家主，这是您要的离婚协议。林董，协议已经经过我们法务团队的研究，确认法律仍认可其效力。签了吧。离婚协议？我们还没结婚，为什么要提前签这个？这是为你好。你现在签了协议，以后要是和我儿子感情不和要离婚，至少能分到几万块钱。要不然到时候你连1分钱都捞不到。签了吧，反正我们感情好，这协议就是一张废纸。我们家陈豪现在可是大公司的主管，年薪50万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嫁进来就是个吃干饭的，像空手套白狼，想得倒美。还好咱们骗他提前签了离婚协议，反正她只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女，还不是随便咱们拿捏。到时候咱儿子想踹了他就踹了他。张桂兰，现在是我不要你儿子了，你们家别想从我这儿分走1分钱。林董，这份协议是您婚前签署的，虽然仍具有法律效力，但关于您儿子的抚养权和财产继承权还需要一些补充条款。您看是否需要对陈豪及其家人提出起诉？妈妈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，像个只会吃干饭的废物一样？别碰我，你手上都是汗，脏死了。不就是没做作业吗？你冲我皱什么眉？丑死了！除了只会教训我，你还会什么？我不要你做我妈妈了，我要苏阿姨。苏阿姨又漂亮又温柔。陈子轩不会继承我的产业。林家不需要过于骄纵的继承人，我现在才32岁，完全可以找基因更好的人，生下合格的继承者。至于轩轩，等他成年，我会再给他安排一笔分红。家主，您真的已经对陈总死心了吗？要是他知道您就是集团的掌舵人，他进林氏10年，每天都在不同的项目文件上看到我的名字。他要是真关心我，就不会一点都不好奇，他心里从来没有我，自然也不会在意我是谁。我知道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想静一静。儿子带我们体验豪华游轮的头等舱，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啦。谢谢豪哥豪掷5位数送的红宝石项链，超喜欢。心心念念的10周年纪念日惊喜，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期待。10年，我不断努力讨好他们，尽自己的能力托举他们全家，用自己的钱给他们订最好的家庭套房，费尽心思为这次旅行计划惊喜。结果在他们眼里，我就只值2500元1天的拼床舱。他可以给别的女人上万的项链，而我对家庭10年的付出，只能换来一张和陌生人的廉价拼床船票，真心终究错付一场。这个林月在朋友圈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好心好意带她出来玩，非得跟我们过不去是吧？嫂子不会是因为豪哥给我送礼物，所以又生气了吧？别管他，他就是有病，分不清好坏的废物点心。丢人现眼，让亲戚朋友都看笑话。我得发个朋友圈说清楚，不能让他这么抹黑我们。某些人就是不知足，
陈豪辛辛苦苦赚钱。阿姨，您别生气了，嫂子可能就是一时想不开。就是，早知道他这么斤斤计较，就不该带他出来，省得被伤了心。嫂子怎么这么小气？就算嫉妒豪哥给我买礼物，也不该伤阿姨的心啊。林月怎么这样？陈豪对她够好了。妈，我每个月不是都给了家用吗？他怎么说1分钱都没拿到？你听他胡说八道！你每个月打的钱我都给他了，8成是他自己偷偷藏了私房钱，反过来咬我们一口。嫂子怎么这样？豪哥对她那么好，她居然才真私房钱。嫂子糊涂啊！豪哥对她那么好，把赚的钱都给了她，她应该珍惜才对。就是陈豪养着她，她还不满足。我不满足，我才是被辜负最深的那个人。果然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以后我不会再这么傻。这死丫头，我看她还敢阴阳怪气讽刺谁？哼，敢得罪我和曼曼，看我不骂死她！就是，他一个没工作的无业游民，就知道在家吃闲饭，带他出来旅游还不知感恩，还有资格闹脾气，惯了他。阿姨真厉害，哎，希望经过这次，嫂子能早点悔悟吧。还是曼曼识大体，不像有的人尖酸刻薄，丑人多作怪。行了，爸妈，在外面少说2句，她毕竟是我老婆，好歹之前在家里也照顾了你们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她是你老婆，而且还是个没工作，只能靠男人养的闲人。照顾公婆那是她分内的事儿，不就是负责买菜、做饭、收拾家务、照顾子轩、教子轩功课，晚上给我和你爸洗脚擦背，这都是她该做的，算什么功劳？阿姨说的对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天经地义。嫂子又没工作，照顾家里是应该的。这要是换成我还得白天上班呢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，都是我们做妻子的分内事儿。你看，还是曼曼会说话。哎，陈豪怎么当初就没先认识你呢？不管怎样，她是我妻子，等她回来我会好好说说她。这都快吃晚餐了，林月怎么还没回来？反了天了，一家人都在这儿，她居然敢偷懒闹失踪！等她回来，我绝不轻饶。家主打扰了，林氏与人心琳琅实验室合作的智能医疗项目已经通过初步草案，但进一步的调整方向还需要您亲自过目。可以推进，下月底之前我要看到第1阶段进展。另外，你可以告诉他们，人心医院下个月的团建，我们可以提供免费豪华邮轮服务。去吧，有事再找我。小月，你快看这个，你婆婆和你儿子怎么这样？没见过这种家人，陈豪怎么也不管管他们？这都几点了？这个林月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家人特意整整齐齐等他吃饭，就他摆谱。算了，不等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哼，不来也好，省得倒胃口。有的人就是活该没这个口福，只配吃剩饭。不行，我得拍个视频，狠狠地气死那个丧门星。有些人啊，小家子气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全家等你一个人，你倒好，躲不出来，给谁脸色看？还是咱们慢慢大方。今天的晚餐可都是陈豪这位重要客户一手操持的，超级丰盛。哇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龙虾！谢谢苏阿姨请我们吃大餐。子轩喜欢就好。子轩，你妈妈还没来呢，咱们要不等等她？不要妈妈，妈妈只会不准我吃这，不准我吃那的，烦死了。为什么苏阿姨不是我妈妈？子轩要是想要，苏阿姨也可以做你妈妈。真的吗？这个苏曼倒是会演，不过是拿菜单点个菜，说的好像一桌菜全是她做的。这家人从来没把我放在眼里。特意给你带了晚餐，对你好吧？等我给你送饭。把吃剩的残羹烂饭打包，这叫对我好。狗都不吃。10年青春，还不如拿去喂狗。什么叫晚上的节目取消了？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烟花秀才来的。爸爸，我要看烟花，我就要看烟花。实在抱歉，这个活动本来就是我们的贵宾客户为结婚10周年纪念日准备的，客户临时通知因特殊原因取消活动，我们也没办法。你们的贵宾客户也结婚10周年？是的。你们这客户什么意思？这可是结婚10周年纪念日，他居然说取消庆祝就取消庆祝，也不知道是谁跟他做夫妻，都这么被看不起了，还不离婚？好了妈，取消就取消了。正好我们去林月那儿拿行李，顺便给她送饭。她一个人在拼床房，估计饿坏了。
金贵，还要我们亲自给他送饭。明月，开门，我们来拿行李。别敲了，他早退房了，根本没来过。他什么意思？退房居然不告诉我们，我还等着找他拿行李呢。嫂子，这气性也太大了吧！这都过去半天了，怎么还在跟我们赌气？不就是没给他住头等舱吗？不用赌气把房都退了吧？不对呀，这死丫头跑了。待会儿晚上谁来给我洗脚？陈豪，你赶紧给他打电话，让他把行李拿过来帮我洗脚。打不通，打不通。竟敢故意不接电话，这死丫头越来越不像话，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了？爸爸妈妈去哪儿了？我还等着他给我洗澡洗衣服呢。我来搞。你看你娶的什么老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亏我还担心他没吃晚饭，特意让他等我。这么晚了，他一个人能去哪儿？豪哥，嫂子不会是还在生气，把你们拉黑了吧？这气性也太大了点儿，太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了。生气？还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一家人开开心心出来旅游，他在这三番两次的给我找事儿。陈豪，你这次可不能再放过他了。等他回来，你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夫为妻纲。爸爸，我好困啊！你快找到妈妈，我还没洗澡洗屁股，要妈妈给我洗。儿子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他。林月这个死丫头，到底拿着我们的行李跑哪儿去了？找不到她，我洗澡都没有内衣换了。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困了。他帮我洗澡，给我洗衣服裤子，我还要他给我找睡前裤。你们说，嫂子不会一时想不开，为了气豪哥，出去找野男人了吧？他敢！他吃我们家的，穿我们家的。我们陈豪辛辛苦苦在外面养家，都没出去找小三儿，他有什么资格出去找野男人？嫂子就算这么做，估计也只是一时想不开。哼，他要是敢这么做，你就赶紧跟他离婚！我倒要看看他一个没工作的废物离了我们怎么活！不守妇道的丑东西！阿姨，您别生气，我也只是猜测，只是嫂子一声不吭就退了房，实在让人忍不住多想。把你的手机借我再给他打过去。李玉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不接电话？怎么找我有事？林月，你个死废物！你放着老公儿子不管，到底滚哪儿去鬼混了？嫂子，你这是从贵宾舱出来的，还有你身上这身衣服，看起来可不便宜啊！好啊，你个死丫头，居然敢背着陈豪跟别的男人鬼混！说，你哪来的钱？老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还有，你哪来的钱住贵宾舱？还能哪来的钱？肯定是在外面找野男人要的。嫂子，豪哥对你这么好，还特意给你留了饭，你怎么能找野男人气他呢？给你留的，快吃吧。你们晚上请苏曼吃龙虾吃鲍鱼，给我吃的就是残羹两饭，这叫对我好。人家苏小姐是陈豪的客户，人家有本事，你一个废物有什么资格？挑三拣四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妈妈，你这个废物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你快点帮我洗澡！李玉，你个贱人，你做什么？你们这盒饭太金贵，我可不敢吃。李玉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们好心好意给你送饭，你竟敢不感恩！感恩？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感恩。谢谢你们，终于让我想清楚了一切。所以，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份10周年惊喜。这还差不多，快把你给陈豪的10周年惊喜礼物拿出来！嫂子，你还真是有心啊！这又是住贵宾舱，又是给豪哥准备惊喜的，花了不少钱吧？看来嫂子藏了不少私房钱啊。不过嫂子，你今天闹失踪这一出，可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就是，你是不是应该先给阿姨和豪哥道个歉？我建议，作为道歉，嫂子应该把贵宾舱让出来，给阿姨和子轩住。妈妈说的对，你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居然还敢藏私房钱住贵宾舱，你赶紧给我反省反省！不过咬严谨法，给我把房间让出来，还在朋友圈给我们道歉。就是一家人出来玩，你又是闹脾气，又是玩失踪，给我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必须拿出诚意来。爸妈，今天是林月不对，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人。林月能把存起来的私房钱拿出来给我准备惊喜，她心里还是有我们这个家的。我做个主，林月，你给爸妈道个歉，把贵宾舱让出来，
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你们要是去贵宾舱，我可就只能一个人住头等舱了。哎，真不想跟您分开。林月，你听到没有？赶紧给曼曼也升舱，人家是陈豪的重要客户，你不能亏待人家。嫂子，反正你都住得起贵宾舱，不差这点钱吧？你嫂子可不差钱，我每个月都让我妈给她打了2000块生活费呢。2000？对啊，每个月2000块，一年下来也上万了。你每个月都给我打了2000块钱？对啊，要不然你哪来这么多私房钱买衣服升舱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咱们别站这说这么多了，林月，你赶紧把惊喜拿出来，然后带我们去贵宾舱休息。这么晚了，我都困了。陈豪，你们家3个人加上我4口人的吃喝拉撒、停车费、水电费，1个月2000块。陈豪，你算过账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要算账回家再说，现在在外面旅游呢。妈说的对，回家再算账。你赶紧把惊喜拿出来吧，早点看完惊喜，我们也早点去贵宾舱休息。我们都还没住过贵宾舱呢。陈豪，你说你每个月给我2000块，我怎么没见过？妈，你不是说每个月都把钱转给林月了吗？怎么他又说没见过？这个月的钱，我不是还没来得及给他吗？这个月，我从嫁进你们家开始就从没见过1分钱，全是我自己在供你们的吃穿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你又没有工作，我没给你钱，你哪来的钱买菜？还能存下私房钱？林月，我知道今天我和我妈惹你生气了，咱们先别说这些。不是说有惊喜吗？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对，惊喜！林月，你快把惊喜拿出来。好，既然你们想要惊喜，那我就给你。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要跟我离婚？就因为我让你把贵宾舱让出来？林月，不就是一个房间吗？你至于为了几万块钱闹成这样？你以为只是几万块钱的小事而已吗？陈豪，你扪心自问，结婚10年，你什么时候真的把我当做你老婆看过？我在你们家当牛做马10年，无怨无悔，结果呢？你放任你爸妈把我当仆人，还让我儿子跟着他们一起叫我废物。奶奶说妈妈没有工作，都是靠爸爸养的，这种人就是废物。子轩，闭嘴，不许这么说妈妈。林月，我承认，因为你不出去上班，爸妈对你有一点误会，但这又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大不了我以后好好跟子轩说说，让他不要叫你废物，把误会查清就好了。误会？陈豪，当年你亲口跟我说，你父母不喜欢外人，而且又希望我们孩子的童年能够有父母的全程参与，我才答应你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。现在你父母把我的牺牲当作理所当然，还嘲笑我是废物。你一句误会就想掩盖过去。还有，10年来我非但没拿过你1分钱，反而每次你和他出去花天酒地，最后喝醉了，都是我去给你买的单。你们2个光是喝酒就花了我至少6位数的钱。我是废物，那你们是什么？什么花天酒地？我和曼曼那是在干正事儿，谈生意。林月，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？你没拿我的钱，那你住贵宾舱买高定花的钱是哪儿来的？你敢不敢当着我妈的面把这件事说清楚？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吵得我头都疼了。嫂子，你就别闹了。你遇到豪哥这样的老公，还有陈家这样的婆家，愿意养你已经够好了，你就别再气阿姨了。行了，都少说2句。林月，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，不要一吵架就把气撒到老公身上。陈豪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，你要将心比心，不要再闹了。行了，事情到此为止。今天可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不要说不开心的事了。你看儿子都困成什么样了，赶紧带儿子去洗澡，他还等着你讲睡前故事呢。妈妈，你别作妖了行不行？我真的好困。陈子轩，你困了可以找你爸爸和苏曼阿姨，让他们带你去洗澡睡觉。离婚协议我已经送到，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就要妈妈伺候我。林月，就算你对我和我爸妈不满，你也不该不管儿子吧？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嫂子，轩轩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能不管他呢？这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你抛夫弃子出去鬼混了呢。说来说去还不是在找借口，我看你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出去鬼混，连儿子都不管了。陈豪，他不是说要离婚吗？你赶紧跟他离！像这种毫无责任心的女人，可不能留在家里丢人现眼。阿姨，豪哥，你们冷静一下。豪哥，你和嫂子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嫂子没有收入，都靠你一个人养家，
你还要每个月给他打2000块。你为了嫂子付出了多少？还有这次你们的10周年纪念旅行，你花了这么多钱，嫂子怎么能说走就走？对，我们陈豪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，你要离婚可以，先把钱还给我们，还要给我们道歉。林月，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赶紧给大家道个歉，不要再给大家添麻烦。道完歉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一群装聋作哑的人，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？你站住！你不把话说清楚，别想走！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没什么可说的，我看你就是心虚了，不敢跟我们对峙，要不怎么这么急着躲开我们？你要对峙，那我们就来对峙。我嫁进你们家10年，10年前你们家小区事业费20块一个月，停车费160块一个月，一家5口平均每天用电10度，一个月电费360块，水费平均100块一个月。陈子轩开始上学后，他上学放学都是我开车去接，油费一个月至少150块，补习班教服费每个月250块左右，我还要负责你们1日3餐的费用，每天光是买菜就要100多，一个月至少要花3000块，2000块就是个小话。你说你每个月都给我打了2000块钱，这是我近半年来的收款记录，你告诉我钱在哪儿？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月的钱，我不是还没来得及给他吗？对啊，嫂子一个家庭主妇又没有工作，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夫妻财产是共同的。我有钱愿意花在哪儿，跟你这个外人无关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我给你店的买单钱还了？这钱不是你替豪哥付的吗？行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么斤斤计较干什么？现在你们又说我是在斤斤计较。作为公公，只会在我面前摆架子。你作为婆婆，对儿媳尖酸刻薄，极尽打压。林月，你胆子肥了，敢骂我！而你放任你父母欺负自己的老婆，放任儿子骂他的亲生母亲是废物，客户说2句你就把我当垃圾扔掉。林月，你疯了吗？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还有你，茶里茶气，一边装好人一边煽风点火。你居然打我！不然呢？我还站着等你来打不还手。我的行李，我的东西，你们干什么？闹也闹够了，除了离婚协议生效那天，你们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祝你们这群人天长地久，老娘不伺候了。儿子，你看见了吗？林月这个恶毒的白眼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妈妈好凶，妈妈打爸爸，还骂奶奶、爷爷和苏阿姨。妈妈太坏了，我不要妈妈了！你看看你娶的什么老婆，简直不像话！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让林月进门，现在是闹得家宅不宁。行了，你们都少说2句，还嫌现在不够乱吗？妈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为什么我明明给林月打了钱，林月却说没收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？哦，对，之前我还问过他，是他自己说让我把钱存起来，还说万一有事儿可以急用，所以我才没有想起来给他打钱。浩哥，你别生阿姨的气，是嫂子自己说不要。嫂子也真是的，自己让阿姨把钱存着，怎么又反过来怪阿姨不给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嫂子自己好像也不差钱，也不知道她的钱都是哪儿来的，这么多年都没告诉过你。哼，谁知道林月这钱到底哪儿来的？她又没有工作，这钱肯定来路不正，所以才不敢告诉我们。抛开事实不说，林月平时闷声不吭的，谁知道她在想什么？自己有钱居然不说，我看她根本没把当家里的一成员。她安的什么心啊？我们养了她10年，她就这样报答我们？陈豪和她离婚了也好，反正离婚协议上写着让她净身出户，陈豪的钱她1分钱都拿不走，省得闹得家宅不宁。爸妈，你们别越添越乱了。我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，你们知道如果离婚会对我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吗？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，别让一个女人爬到你头上作威作福就行。豪哥，你别生气了，嫂子平时很讲道理的，现在说离婚
应该也只是一时之气。嫂子才那么爱你，而且还有亲生儿子在，她肯定不会舍得真离婚的。不过还真是奇怪，嫂子平时看上去脾气挺好的，这次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？她以前在家也这样吗？还是说最近有人跟她说了什么？真心终究错付一场。阿姨支持你，好啊，果然是有人在挑拨离间。我说林月那个受气包怎么突然敢跟我们翻脸？哼，这个林月真以为外人会帮他撑腰啊？我倒要看看他真的离婚了还能去找谁。奶奶，我好困，我还没洗澡换衣服呢。萱萱别急，奶奶这就带你回去洗澡，还杵在这儿当什么栏杆呢？还不快收拾东西回房间！林月这个废物，不就是住个贵宾舱？他嘚瑟什么？居然把我们的行李乱扔，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长辈？真是没规矩！这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一个都看不懂。算了，这都是洗澡的时候用的，能洗干净就行。你怎么回事？沐浴露和洗发水都分不清？都怪林月买的什么洋牌子，上面全是外国字，我又看不懂。妈妈，我要妈妈，妈妈从来都没有弄错过。算了，我带萱萱去一趟医务室。去什么医务室啊？我这有药，吃2片就好了。妈，这药是成人用的，不能给孩子吃。你二了就别给我添乱了，我这就带萱萱去找医生。你们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一整天的活动，要早点起床呢。废物，带个孩子都带不明白。喂，林小姐，晚上好。您之前用陈豪先生的名字预定过我们的定制食材服，餐厅这边跟您确认一下明天的高级食材预约情况。对了，陈豪他们之所以能在这艘豪华游轮上免排队吃大餐，都是我提前打电话给餐厅做了定制餐预约。不过既然都要离婚了，陈家吃什么，我还管他做什么？不用了，我之前给陈豪预定的所有高级食材都停止对他们供应。原来给他们准备的那些食材，以后都送到贵宾舱我的房间。明白了，林小姐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。一想到陈豪他们明天会在餐厅遇到什么，我就忍不住感到开心啊。林月那个丧门星，特意带他出来玩，他就真的不管不顾了，居然敢不叫我们起床，害得我们全睡过头了。妈，林月昨天没跟我们在一起。他住贵宾舱了不起啊？住贵宾舱就能不叫我们起床啦？反了天了，那个废物！他这么晚不出现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先生，用餐请去后面排队。我们是头等舱的。先生，头等舱也要排队等位。你有没有搞错？我们可是头等舱的票，凭什么让我们跟普通游客挤？我们昨天都没有排队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们昨天来过，是凭头等舱的船票直接进场的。船票只是入场凭证，就餐还需要提前电话预约，我们才会留位。你是说有人提前预约了，所以我们昨天才能直接进来吃饭？是的，先生。记录显示，有一位林女士为您全家预约了昨天的定制餐食。这个林月，她明明知道高级餐厅需要预约，也不和我们说一声，摆明了不想让我们好过。豪哥，嫂子也真是的。既然都预约了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？害得我们以为头等舱本来就有特权，这不是故意让我们出丑吗？那我现在要预约5份高级定制午餐。对不起，先生，今天的高级餐名额已满，您可以预约的只有普通自助餐了。名额满了？我们这才几点啊？高级食材需要提前1天致电餐厅预定，我们会根据预定数量从岸上专门采购，每天限量供应。您昨天能吃到，是因为林小姐提前打电话到邮轮管理中心预定了。林月她脑子有病吧？既然都预定了，为什么不把后面的也一起定了？她就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们难堪。她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爸妈，咱们还是先排队吧，大家都饿了，总归先填饱肚子。今天记得提前预约就行。爸爸，我想吃那个。萱萱乖，等爸爸今天晚上预约了，明天就有龙虾吃了。不用早起，不用兵荒马乱的管一家人的早饭，不用听张桂兰的骂声，不用看陈豪的冷脸，这才是享受生活啊！林董，好消息，
咱们那个抗癌靶向药的临床试验第3期数据比预期快了半个月，效果非常理想。很好，进度我很满意。孟老，人心临床实验室的扩张计划呢？走到哪一步了？图纸已经出了3版，施工方的招标本也准备好了，下个月初就能启动招标流程。门槛设好了吗？已经设好了，资质、设备、过往案例都有硬性要求。不过林董，这次参与竞标的公司不少，有几家背景可不简单。背景硬不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本事。我会亲自把关项目招标的标准，招标会那天我也会亲身出席。有你亲自坐镇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按这个节奏推进。好，招标会时间定了，通知我。这个项目要是成了，能救很多人，也能让林氏再上一个台阶。比起围着那几个糟心的人打转，这不有意义的多。豪哥，我听说你们林氏和人心临床实验室合作的那个项目，下个月招标。你倒是消息灵通。那当然，这个项目预算好几亿呢，谁不想要？豪哥，你在林氏待了这么多年，高层你都熟，能不能帮我牵个线？曼曼，你们公司是做建材的，跟医疗项目差得太远，我不看好你参加招标会，就算牵了线也没用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只要你能让我跟林氏高层有接触机会，剩下的我自己来，到时候好处不会少你。这不是好处不好处的问题，是你能不能接得住的问题。哎呀，豪哥，你就帮帮我嘛，又没什么坏处。再说了，咱俩现在什么关系？我好了，不就是你好了吗？儿子，你帮帮曼曼呗，好几亿的项目呢，曼曼那么厉害，肯定能拿到手，到时候肯定不会落下你的。妈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有什么不简单的？你在林氏待了10年，连个人都引荐不了。曼曼现在也算是咱家人了，就是帮他拉个人脉而已，能有多难？行了行了，我帮你约我上司吃个饭，能不能成还得看你自己。谢谢豪哥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爸，我饿了，什么时候吃饭？坏了，又忘记提前预约了。奶奶，你陪我大龙虾，你陪我大闸蟹。我箱子里还有几盒泡面，要不先吃泡面凑合。这个李月不就是出去旅游，带这么多行李做什么？他倒好，拍拍屁股跑了，害得我们为了搬行李累成狗。别骂了别骂了，他人都不在这儿，反正也听不见。你还敢说？我这件裙子3000多块，你看看被你洗成什么样了。我哪知道那么多？以前都是林月负责洗全家的衣服，谁知道他到底用什么法子？从来不担心衣服被洗净过。我饿，奶奶这就去烧水，给你煮泡面。谁要吃你的破泡面？除了第1天，之后几天我们在船上每天都是泡面，我不想吃泡面了，我想吃妈妈做的土豆炖排骨，我要妈妈。轩轩乖，你妈妈不知道流浪到哪个街头了，等会儿孙阿姨带你去吃肯德基行吗？不要，我就要吃中餐。怎么林月不在，我们家就变成了一堆散草市一片混乱。明明是他林月不像话，就算生气，这么久了也该消气了。家里现在一团糟，他居然1次都没露面，什么意思？摆脸色给谁看呢？林月以前好像从没有跟我抱怨过，她在家的时候就从没让我担心过家里。妈，算了，家里现在需要林月回来照顾，大不了我现在服个软，去哄哄她，让她回来照顾你们。哄什么哄？他离个一点都不体谅你在外面赚钱辛苦，还有老公去哄你啊，就是太惯着他了。毕竟夫妻一场，而且现在离婚对我影响不好。随便你，有了媳妇儿忘了娘的东西。哼，看吧，人家根本不想接你电话。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如果你打给我只是为了说这句话，我就挂了。你赶紧回来吧，家里现在乱套了，儿子也惦记着你做的饭呢。都这么多天了，你差不多得了。说完了。我都亲自打电话了，够给你面子了，你还想怎样？给我面子？难道不是你觉得丢了面子，所以想来试探我对你的容忍底线？陈豪，
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我的时间现在很宝贵。以后你有事发信息就行，我懒得再跟你废话。喂，林月，你敢挂我电话？竟敢挂我电话！这个死丫头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。她一个没工作的无业游民，哪来的底气跟家里死磕？真以为离了她陈家就转不下去了？现在游轮都停了，嫂子没有地方去，她能去哪儿？不会是去找金主爸爸了吧？嫂子真是的，不会以为这么做豪哥就会后悔吧？他敢！他林月离了我们家什么都不是，我倒要看看没有我们陈豪养他，就他那点私房钱还能蹦跶几天？行了，妈，以后别再提那个女人了，她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我也快和她离婚了。我们一家过好自己的日子，让她后悔去吧。豪哥说的对，过好自己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。再说你们不还有我呢吗？嫂子没回来，我也可以照顾大家的。还是我们慢慢好，又懂事又招人疼。我还是觉得有点奇怪，嫂子她没房又没工作的，就那点私房钱，估计游轮上花了不少。她这么久不出现，到底是有人挑拨，还是她自己真的移情别恋了？不可能！我了解林月，她那么爱我，当初她都能为了我舍弃一切。虽然现在我们是有点误会，但是她不会轻易移情别恋的。还能是谁？我看就是朋友圈给他留言那些人，一群生活不如意的 loser， 见不得别人好，就故意挑拨离间。林月这个分不清是非好坏的东西，让他自生自灭吧，到时候肯定要后悔。儿子，你这次可不能再心软了，反正是林月主动要离婚，你干脆就依了他。他离了你肯定没人要，恐怕只能扫大街。不像你，才30多岁，正是年轻有为的时候，还可以找更好的。妈，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。再说我和林月现在还在离婚冷静期呢，就算要谈，也要等正式离婚以后，要不然大家都不好看。林月，你就继续作吧，你的老公和儿子还有陈家的财产，以后就都归我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林月凭什么这么嚣张？哎，你不理解，凭什么管别人家的闲事？有的人就是分不清亲疏好坏，天生不适合享福，出去旅游都能闹得不可开交。张桂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说谁挑拨离间呢？我说的可都是事实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林月对你们还不够好吗？你老公上次摔断腿，她一个才1.6米的小姑娘，全程负责把你那个166多斤的老公背着上下楼，还表过功吗？喊过苦吗？还有上次你在麻将馆输了800块，硬是赖着不给钱，最后还是林月去给你还的。你说你没有昧下陈豪每个月给林月的2000块钱？你别忘了上次是谁在麻将馆吹嘘自己扣下儿媳妇的生活费，10年了，赚了多少？人家老板的监控里还存着视频记录呢。妈，你说清楚，那个2000块钱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都给林月存起来了吗？我是她婆婆，我拿她点钱怎么了？她不是自己有私房钱，而且你都要跟那个废物离婚了，你还心疼她怎么的？这个李姐怎么这样？咱们群里私人的对话，她居然还发朋友圈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个李姐就是故意挑拨，这个林月居然还跟她厮混在一起。林月，你清醒一点，那个李姐不是什么好人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为了你诋毁我妈？原来他们一家对我的所作所为，就连外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林月，你清醒一点，那个李姐不是什么好人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为了你诋毁我妈？连外人都看不下去的事，有些人就是能够视若无睹。所以你想要我做什么？你赶紧发条朋友圈给我妈澄清一下，然后别再闹脾气了，全家都在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，爱你。主持大局不是回去继续当牛做马？陈豪，你当我傻吗？谁公正谁虚伪我分得清。陈豪，上次我在游轮上一家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要离婚，孩子归你，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以后跟离婚无关的事儿，你和你家的人也别来烦我，我嫌恶心。林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陈豪，你发什么疯？摔什么手机啊你？
敢骂我恶心！我养了他一个废物黄脸婆10年，他有什么资格骂我？我和你妈早就说过，他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又没工作，肯定没教养。他这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儿子，你别气了，为那个废物不值当，他离了咱家啥都不是，指定是要吃大苦头的，咱们就等着看他报应吧。豪哥，我真是为你不值，你和叔叔阿姨掏心掏肺对嫂子好，嫂子怎么就非要离婚呢？我看嫂子就是被忽悠瘸了，分不清好坏了。等她吃几天苦头，就知道谁对她好了。曼曼说的是，她一个没工作的黄脸婆，30好几了，脸上皱纹都能夹死蚊子，离了咱家，她能干啥？还有他那双操手，比砂纸还粗，哪个男人看得上？离了婚，他就是个烂在地里的菜叶子，没人捡。真是不知好歹！他要是好好做他的家庭主妇，起码还有咱们陈豪养着。现在世道那么难，就他这样的，去超市收银人家嫌他老，去餐馆洗碗人家嫌他慢，一个月别说赚2000块，800块都难，到时候肯定得跪着回来求咱们。阿姨说的对，嫂子现在没房没车没存款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说不定这会儿正蹲在马路边哭呢。哼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现在他就算跪着回来，我也不会要他。对，就该这样，让他知道，离开陈家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啊去！家主，您是不是感冒了？我没事儿，我怎么感觉是有人在骂我呢？8成又是姓陈的那几个在骂我废物了，管他的，他们越生气，我就要越开心。8点半多了，妈，你怎么不早点叫我？我哪知道几点叫你？平时不是林月那个废物叫你起床吗？哎呀，我睡迷糊了，把楼上的曼曼当成林月了。我就说她怎么这么晚还没起。萱萱，快点起来了，你上学已经迟到1个小时了。妈，家里怎么连吃的都没有？自从搬到这里，我就没买过菜，我哪知道去哪儿买？你不是急着上班，路上找地方买吃的吧？奶奶，我裤子湿了，床也湿了。萱萱，你都7岁了，怎么还尿床？妈妈在的时候都会半夜叫我起来上厕所。行了，快去换衣服，拿书包，别磨蹭了。可是我裤子没有可是，快点！你爸我再晚今天1天工资就没了。本周的例行周会就到此结束。赵特助，我路上堵车。陈副总，来挺早啊，再晚一点就能吃午餐了。行了，散会吧。我的个天啊，这是弄啥嘞？阿姨，这就是个鸡兔同林的问题，用方程式就能解，真不用特意去买鸡和兔子。不用吗？我寻思着得把鸡和兔子关一个笼子才知道答案呢。哪儿那么麻烦？不就是数腿吗？我看看，10个头，28条腿，鸡2条腿，兔子4条腿。X 是什么 ？Y 是什么？听不懂，这跟妈妈教我的不一样啊！妈妈都是用画图。画什么图？你苏阿姨是大学生，她教的还能错？那苏阿姨换个方法，我们假设全是鸡。我不要假设，我要正确答案。儿子，你来的正好，这道题你教萱萱，曼曼的教法太高级了，萱萱听不懂。鸡兔同笼不是小学题吗？你们3个大人竟然都弄不明白。假设全是鸡，那就是10只鸡，20条腿，你28条少8条，每只鸡换成1只兔，就多2条腿，所以需要换4只。兔就是4只，鸡就是6只。鸡怎么能换成兔子？电视里说了，它们物种不同，不能杂交。这是假设，不是真的要换。你少看点乱七八糟的电视。我不写了，我要妈妈。妈妈教我的时候，从来不会生气。你妈不在了，你跟我较什么劲？
活，自己教不会还怪孩子。曼曼，要不你先帮轩轩写完作业吧？你可是高材生，这点作业肯定难不住你。曼曼，要不你先帮轩轩写完作业吧？不是，从下船到现在，你们餐餐都吃外卖，全都是我付的钱，现在还找我给小屁孩代写起作业来了。没事，阿姨，您先哄好轩轩要紧。曼曼，还是你善解人意，以后陈豪身边有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恶，到你家才知道你这个老女人多会搞事。要不是因为陈豪是林氏集团的高管，谁愿意跟林月那个蠢女儿似的，跟你们这群奇葩朝夕相处啊？哎呀妈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下水道堵了。林月这个废物，走之前也不把下水道疏通好，就知道吃干饭。现在好了，家里发大水了。你骂他有什么用？他都半个月没消息了。半个月怎么了？他死了也得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好了再死。阿姨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没长眼睛吗？下水道堵了，家里发大水了。阿姨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公司那边有个急事，我得赶紧过去一趟。现在家里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走？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住我们家吃我们家，出了事就跑。阿姨，我真的是有事要忙，而且我在这叨扰太久了，确实过意不去，您别生气啊。到时候我回来看你们。到底是谁吃谁呀？给你们点了这么久外卖，1毛钱都没给我报销过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分红的事以后再说，先保本才最重要。白眼狼，一个个都是白眼狼。行了，咱们自己先找个皮对子试试吧。我看网上说用皮对子吸一下就行。皮对子在哪儿？以前都是林月买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放哪儿了。喂，是陈子轩家长吗？我是他奶奶，什么事儿？陈子轩这个星期的作业明显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而且数学作业用了2元1次方程，完全超出了1年级的范围。请问是谁帮他做的？那是他苏阿姨教的。麻烦家长注意一点，作业必须由孩子独立完成。另外，陈子璇已经连续2个星期迟到，这周还有3天旷课记录，需要家长来校面谈。面谈？我们没空，家里一堆事儿呢，你找他爸去。烦死了，学校也来添乱。林月那个死丫头在家的时候，怎么就没这么多事儿？家主，有件事需要向你汇报。说。陈豪这个月迟到4次，旷工1次，2个项目数据出错，客户投诉了1次，部门主管已经找他谈过，但情况没有改善。所以呢？按照公司制度，累计迟到5次或旷工2次可以记大过。部门主管建议，如果他再出问题，就把他负责的项目转给其他人。这种事儿你按公司制度处理就行，不用专门来跟我说。明白。以后他的事不用跟我汇报，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，别影响公司业务就行。是。今天召开人心项目启动会，由陈豪汇报项目整体方案。各位好，项目总预算3800万，设备采购1500万，施工1000万，人员脂粉800万。陈经理，你确定采购价是你汇报的数据吗？我核实一下。王总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们的失误，忘记更新数据库了。现在由我来为大家重新汇报。本项目总预算4000万，设备采购1800万，施工1000万，人员总算800万。请进。赵特助，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1个月迟到4次，旷工1次，
你这个月总共才带了2个项目，2个项目全被客户投诉，还在今天的项目启动会议上当着客户的面把预算搞错。陈豪，公司找你来是让你上班干活的，不是来看你怎么出错的。赵德柱，我最近家里发生了一点事。你的家事是你的事，不要把你在家遇到的问题带来公司，做不到就滚。人心项目负责人从今天起换成小李，你手里其他2个项目，下周之前陆续转给他。不行，那2个项目我已经跟了大半年，好不容易还好意思说你跟了大半年，人家客户连你名字都没记住。你再看看小李，今天上去一回，人家客户就指定他作为对接。你告诉我，你这大半年跟了个什么？这个月你把基础数据整理好，别的不用管了。现在出去。陈子轩家长，您的孩子因连续旷课、不交作业等问题，已经严重影响到学校的教学情况，学校需要家长当面说明情况。以前这些事儿从来不用我操心，要是林月还在家里。家主，人心项目的招装文已经整理好了。孟老那边问您什么时候方便去公司开会。人心项目的技术门槛再提高一档，招标会的评审标准按我上周改的那一版执行。还有，公司下季度的预算方案已经出来了，财务部那边等您过目。第3页设备采购预算砍掉15%，第7页人力成本重新核算偏高。是。另外，有几个部门的主管调整方案需要您签字。主管调整先搁置，等我去了公司，当面见了再说。明白。还有，帮我安排一下，明天我回公司参加上午9点的会。家主，欢迎回来。10年，我在陈家当牛做马，洗衣做饭带孩子伺候公婆，他们叫我废物，叫我黄脸婆，叫我吃干饭的，我忍了10年。现在你们看到通知了吗？董事长终于要来公司办公了。看到了，我在公司3年了，还没见过董事长长什么样呢。我听行政部的张姐说，董事长是个女的，才30出头。姐姐好啊，女大3抱金砖，就要姐姐。董事长要来了吗？如果能抓住机会，让董事长看到我的能力，说不定能重新回到人心项目核心团队。欢迎林总。林月，林月，真是疯了！怎么可能是他？一个每天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家主，刚才陈豪路过，一直在盯着您的背影。我知道。要不要？不用管他，他有没有认出我都没关系，只要别来打扰我就行。您好，我找招商部的王坚林王总。抱歉，王总现在正在开会，要不您先去会客室等一会儿。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等吧。请问，我刚才看见大厅好大的阵仗，是有大人物来了吗？是的，是我们董事长来公司了。董事长？林氏集团那个一直行踪不定的神秘董事长，他来了。林氏集团那个一直行踪不定的神秘董事长，他来了。是的。美女，请问董事长办公室在几楼？关于人心项目，我这里有一个方案，想跟你们董事长当面汇报一下。不好意思，董事长暂时没有面见外客的安排。如果您有项目合作方案，可以先提交给业务部门。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达一下？我是招商部王总。抱歉，
王总今天恐怕没时间。要不是陈寒这个废物被整，我至于被个狗钱摊甩脸子？山不来救我，我就去救山。林氏董事长都在这儿，我不信堵不着他。不让我上楼，那我就来车库蹲点。董事长总要下班吧？人心项目，只要让我见到董事长本人，还怕拿不下来？怎么会是林月那个老女人？她怎么从 VIP 区出来？这男的有点眼熟。嫂子，真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嫂子，真巧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身边这位，不给我介绍一下？一个朋友。那你呢？苏曼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来找林氏公司董事长谈生意呢。人心实验室知道吗？林氏旗下的，他们最近有个项目，好几个亿的单子，董事长亲自约我来谈人心项目。哎呀，忘记嫂子你之前一直在家当黄脸婆，恐怕听都没听过吧？连个 logo 都没有，肯定不是什么高级货。嫂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在家待了10年，跟社会脱节太严重了。林氏集团、人心项目这些啊，说了你也不懂。那我肯定是没有你懂的。那当然。人心项目可是林氏未来3年的核心，我这次来就是来跟董事长当面敲定合作细节。人心项目的候选名单和负责人我都见过，苏小姐，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在这儿是初次见面啊。那当然是因为你级别不够，我可是核心项目负责人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到的。等你当上项目负责人，自然有见我的机会。那请问苏小姐，人心项目的技术门槛第1条是什么？我哪知道这么多，我只负责和你们董事长谈推流和策划，技术方面的事儿得找技术部门。苏小姐，人心是医疗相关项目，竞标标准里对于技术门槛是有硬性要求的，即使是宣发和后勤人员也必须了解。参与竞标的企业必须持有3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，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。你说你不知道吗？苏小姐，你们公司真的符合竞标的标准吗？你能知道什么？术业有专攻，技术部门了解不就得了？苏小姐，你连招标门槛都不知道，就说要来跟董事长敲定合作，我恐怕你连董事长办公室的门往哪开都不知道。你闭嘴！不过就是个拎包的小跟班而已，你懂个屁！小心我把你和林月的事告诉你们陈副总，让他开除你！苏小姐，你是说要让陈豪副总经理开除我？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要是求求我，跟我道个歉，我还可以答应你，不把你和林月的事告诉你。我恐怕他没那个胆子管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怎么？难道你想说你就是林董事长？我姓赵，全名赵明。你就是赵特助？看来苏小姐听说过我。完了，赵特助是林氏集团的2把手，地位比陈豪和那个姓王的死胖子可高太多了。我刚才居然骂他是拎包的小跟班。赵特助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知道是您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行了，苏小姐，你刚才说董事长特意找你谈人心项目，我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赵特助，林月她和你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。苏小姐想入围竞标，还是先做好基础功课，提升你们公司的资质吧。其实我就是想替我们公司争取一下。赵特助，你也知道现在生意不好做嘛。你没事还是赶紧走吧，小赵急起来是真会打人的。嫂子，我知道你和赵特助是那种关系，但你也不用占有欲这么强吧。豪哥当初也是受不了你才……苏小姐，少拿陈豪来压林小姐，陈豪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赵特助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和嫂子是那种……舒曼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不打女人吧？好，我走。连月，你凭什么？一个黄脸婆凭什么让赵特宗护着她？还有那个人心项目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说林月跟赵特助在一起，在哪儿看见的？我今天去你们公司，在地下车库等董事长，没想到什么？我看见嫂子了，她穿的高定，旁边站着赵特助，动作可亲密了。不可能，林月在家10年，哪来的机会认识赵特助？赵特助是董事会红人。豪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嫂子在游轮上住贵宾舱，钱哪来的？你1个月就给她2000，而且嫂子还没拿到。2000怎么了？我是说，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敢跟你直接叫离婚，会不会她跟赵特助早就认识？等等，你说去公司等董事长，你还没死心？人心是医疗项目，你们做建材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想要的还从没失手过。你别想了，董事长10年没露过面，我进公司起就没见过他本人。董事长办说过，他不接受预约，见谁完全他定。你也没见过，那你知道董事长是男是女吗？是女的，但谁也没见过。哎，说不定嫂子见过董事长呢。我看他跟赵特忠如胶似漆的。超哥，你别冲动了，是我用错词了。万一嫂子和赵特总是清白的呢？是不是清白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闹吧，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我要见赵特助。赵先生还没到，里头只有董事长。陈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赵特助，你跟林月什么关系？我想，应该是比你现在跟她亲密点。姓赵的，她是我老婆。现在知道她是你老婆了，使唤她当牛做马的时候，怎么想不起来她是你老婆？还有，别老婆老婆的叫，你们离婚协议都签10年，早过冷静期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林月连这个都跟你说了。都杵这干嘛？还不快滚去上班！快走！姓赵的，你等着。林月，让开！她是我老婆，你们让开！林月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跟赵特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陈豪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，不觉得丢人吗？我丢人？你背着你老公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搞破鞋，你跟我说我丢人？陈豪，离婚协议我早在游轮上就给你了。从签署日期来看，冷静期都过10年了。法律意义上，我现在是单身。你说什么？意思是，我跟你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林月，你会后悔的！你惹他干嘛？出了事扣你工资啊？陈副总，你说要举报赵特助？什么？赵特助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化，他雇佣私人保镖，还把外面的女人带进公司，安排在董事长办公室区域乱搞男女关系。外面的女人？对，那女的叫林月，没工作没学历。赵特助把她带进董事长办公区，还让保镖拦我。我是公司的副总，他们凭什么拦我？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当时还有不少路过的人都看见了。林月，那不就你老婆？是。所以你是怀疑赵特助和你妻子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，所以才举报的？不是怀疑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她是我老婆，她跟别的男人在我的公司里乱搞。陈副总，你冷静点。风纪组会按规定调查，但如果查证不属实，举报人需要承担责任。你确认要正式举报赵特助吗？确认。好，签字。希望风纪组能给我一个公正的结果。你放心，风纪组不受董事会约束，我们会按程序调查。但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，请不要对外散播不实讯息。
你们听说了吗？陈副总去风纪队举报了赵特助，说赵特助搞特殊化，把外面的女人带进公司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亲眼看见陈副总从风纪组办公室出来的，脸都是黑的。他举报赵特助，赵特助是董事长的人，他这不是找死吗？也不一定吧。风纪组要是真查出问题呢？你们是不是在说陈副总？我听说那个女的是陈副总的老婆。不是他老婆，他老婆是个家庭主妇。就是他老婆，我在大厅亲耳听见的，那也太……反正这事儿咱们别掺和，看热闹就行。林总，关于陈豪举报赵特助搞特殊化，把不在公司任职的人员带进董事长办公区，并安排保镖阻拦公司高管的事儿，初步调查已经完成。根据调查，赵特助当天确实带了一位女士进入董事长办公区。澄清一下这件事，你们说的那个人是我。那么陈豪的举报，等会儿，林总，你是说陈豪举报的跟赵特助乱搞男女关系的他老婆是你？不要乱说，没有乱搞，我有女朋友，工资3年3000万，别想害我被家主辞退。明白。那么陈豪的举报当然不成立。林总，您的意思是不追究陈豪？举报不成立，是因为赵特助没有违纪，但陈豪的行为就是举报，按公司制度处理就行。恶意举报是什么处分？根据公司制度，恶意举报第1次记大过，第2次解除劳动合同。那就记大过。林总，陈豪毕竟是您，我的身份暂时不要公开。风纪组的调查结论只写举报不属实，赵特做无违纪行为，不用写原因。明白。陈副总刚从风纪组出来，听说他举报赵特助，结果不属实，那他不就成了恶意举报，记大过？你说什么？举报不属实？你亲眼看到的怎么会不属实？我看啊，是这个赵特助手眼通天，把风纪组收买了。我也觉得奇怪，难不成是赵特助收买了风纪组？肯定是那个林月傍上了赵特助，眼里就没有我们了。没想到嫂子以前在家装的那么老实，结果一出去就……今天不信了，够了！林月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还敢在外面招野男人！行了，人家现在傍上了有权有势的大款，咱们能怎么办？你闭嘴！你就会和稀泥，你儿子被人戴绿帽子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！哼，林月那个废物，离了咱家什么都不是。等赵特助腻了，把他甩了，他肯定哭着回来求我们。到时候我让他跪在门口磕3个响头，再看要不要收留他。嫂子现在越嚣张，以后摔得越惨。奶奶，我饿了，早饭呢？冰箱有面包，自己拿。奶奶，面包长毛了。长毛不会抠掉，就你事儿多。我要妈妈，我想吃妈妈做的炖猪蹄。别嚎了，你妈跟人跑了，她不要你了。林月那个废物在家的时候哪会这样？苏阿姨，你要出去买饭吗？带我去，带我去。曼曼，你去哪儿呀？阿姨，我看大家都饿了，我出去买点早餐回来。还得是曼曼懂事儿，这个家没了你真不知怎么转。你带萱萱去吧，小孩子不经饿。苏阿姨，带我去，我要吃肯德基汉堡。萱萱乖，肯德基早上不开，阿姨买包子行吗？包子，
我要汉堡。萱萱乖，苏阿姨买什么就吃什么。回头让爸爸买汉堡。我是图陈豪的钱和人脉来的，不是扶贫来的。大家的钱都够买个包了。小样，跟我斗，别想跑。家主，下周3的人心项目招标会，孟老想再确认一下，您是否亲自出席？你告诉孟老，我会到场。另外，家主，苏曼的公司递交了申请，按招标规则，他的公司业务范围不符，应该过不了初筛，但申请资料却交到了我这里。看来这位交际花人脉确实挺广。先不要淘汰他，咱们可以利用他，顺藤摸瓜。陈豪、苏曼，你们可要闹大点，我也想看看我的林氏能挖出来几只蛀虫。姓赵的居然扣了我给董事长的招标方案，好一个监守自盗的赵特助！林月，你就这么看着我被你的男小三欺负，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。豪哥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就说，只要把赵特助弄下去，嫂子迟早回心转意。我要怎么做？你不是一直想回人心项目核心组，还想见董事长？你不是一直想回人心项目核心组，还想见董事长？我当然想，但是姓赵的卡着手续，我根本没机会。我最近接触了你们招商部的王经理，只要打点得当，让你回人心的项目不是问题。到时候你和我里应外合，就能拿下项目。姓王的我知道，就是个不学无术的人。曼曼，你找他合作，管他是不是废物，黑猫白猫，能给咱拿到标就是好猫。你确定姓王的会帮忙？王总已经帮我跟人心的核心组成员接触过了，愿意合作的有4个。好，我加入。只要你能帮我回核心组，我可以从内部操作把姓赵的弄走，帮你提前锁定中标。豪哥，你知道的，为了你和你家，我已经砸了不少钱了。你看跟王总的活动经费，你是不是得出点？曼曼，辛苦你了。我这阵子又是工作出问题，又是处理林月的烂摊子，忙得疏忽了。你看我打多少给你合适？50万！只要咱们拿下了项目，50万还嫌多吗？你说的对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50万就50万。到时候你中标了，项目一推进，咱们就只有坐着数钱的份儿。豪哥，你能明白就最好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哦，他们找了王坚林。王坚林最近和人事部的老李、项目组的老谢走动频繁，会计查到他最近有很多动账，而且每次都是5、6位数。家主，咱们要不要直接抓现行？孟老那边怎么说？人心的临床实验到哪一步了？已经拿到药号了，只是招标还没开始，所以就没公布。孟老打算招标会当天公布。放长线钓大鱼，你去找人心项目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小李，跟他说说，如果有人想把陈豪换上去，他就先退，等一切结束，我给他论功行赏。是，我明白了。欲使其灭亡，就要先令其疯狂。等到招标会当天，我请你看一场好戏。成了，陈副总又要回人心项目的核心组了。听说前段时间他和招商那边的王总来往密切。这一步既然成了，那之后就该反攻了。姓赵的，我妻之恨不共戴天，你给我等着吧。儿子啊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妈，我回人心项目核心组了。真的？你不是被那个赵特助针对被调走了吗？妈，你不懂，这叫人脉。我在公司10年白待的。我儿子就是厉害，赵特助算什么？妈，别做饭了，咱出去吃。这，我菜都准备下锅了。
大不了放冰箱，反正你做饭那么难吃，比林月差远了，做了也是浪费。你闭嘴！给你做饭还挑，那么喜欢林月那个废物做的饭，你有本事把他抢回来啊！豪哥，怎么了？曼曼，招标组5个人，搞定4个了。豪哥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豪哥，你见到林氏董事长了吗？还没有。这段时间那个姓赵的天天带着林月进董事长办公室，我估计董事长除了开核心组会议那天，压根都怎么没来过。要不然姓赵的哪敢这么猖狂？你别急，孟老今天开会确认过，招标会那天董事长肯定会来。只要我们讨好了董事长，什么赵特助，那都只是浮云。豪哥说的对，我听你的。哎呀，宋总，别以为我只会搞建材，医疗设备我也是懂的啦。为了这次招标会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，我们请了业内顶尖的顾问团队，方案肯定是所有竞标企业里最成熟的。人心这个项目，当然是必须交给最好的团队。曼曼的团队是我亲自操刀的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来跟我们提问。对，等招标会结束，大家都等一等，我们在宴会厅设了庆功宴。豪哥，你看刚才那些人看我们的眼神，都是陪跑的，不重。各位来宾，上午好，欢迎参加林氏集团人心项目招标会。今天的招标会将分为3个环节：第一，林氏集团董事长致辞；第二，各竞标企业方案展示；第三，评委打分与结果公布。招标会还有半个小时才开始，大家可以先自由活动。林氏集团董事长到。终于能一见林董的芳容了。他就是林董事长，好年轻，怎么是他？等一下，他不是董事长。司仪，你们弄错了吧？她是陈副总的老婆，一个在家做了10年饭的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林氏董事长？林月，你天天在外面不回家，跑这儿来捣什么乱？是谁让你进来的？嫂子，你就算是跟豪哥闹脾气，想给豪哥难看，也不应该来这种地方啊！让开，你们挡我的路了。林月，你还在这里胡闹？一个家庭妇女跑到这里做什么？嫂子，别让豪哥难看。我是受邀请而来，和你们无关。受邀请？你还要说自己是林董？如果我说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林董，你是林董？哈哈哈哈！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各位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大家看笑话。这是我老婆，在家里待了10年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连孩子都带不好，只会给我添麻烦。前段时间跟我闹离婚，现在不知道发什么疯，说自己是林董。陈豪，你真是从来没变过，还是那么听不懂人话。林月，你够了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丢人现脸，你还嫌你不够丢人现眼吗？自从上次游轮没给你订头等舱，你就一直在跟我作妖，又是闹离婚，又是离家出走，不做饭，不洗衣服，不带孩子，不照顾老人，天天跟那个姓赵的厮混，现在居然还敢冒认成林董事长，你是要彻底毁了我吗？你在林氏董事长面前给我说好话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别搞笑了，我还愿意为你兜底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我好好的来参加竞标会，要你这个10年里对我不闻不问的前夫来给我兜底。豪哥，嫂子现在太激动了，我看她今天就是来找茬的。林月，我不管你今天来干什么，这里是我的公司，我说了算。我说了，我是来参加招标会的。你参加什么招标会？你有公司吗？你有资质吗？就是啊，嫂子，招标会是要报名的，
报了，以林氏集团的名义。你以林氏集团的名义，你是林氏集团的什么人？董事长。你是董事长？林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给你一身龙袍也不像太子啊！嫂子，这玩笑开得有点大了。你要是董事长，那豪哥是什么？你们可以不信，但我说的是事实。事实？什么事实？你一个在家待了10年的人，连份工作都没有，你跟我说你是董事长？司仪，叫保安把他请出去，他在这儿闹事，影响招标会秩序。你会后悔的。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娶了你。谁敢？赵特助，你来的倒是巧啊。陈副总，你想把谁赶出去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难不成你要告诉我，林月就是林氏那个从不露面的董事长？豪哥，你别乱说呀，万一嫂子真是董事长呢？那你刚才叫保安赶他出去，岂不是把天捅了个窟窿？他是董事长。曼曼，你问问在场任何一个人，一个天天早起做家务、伺候长辈的女人，她像董事长吗？我和林月结婚10年，她每日只操持家务，从未外出工作，这样怎么可能是林氏的董事长？林月若是董事长，我今天就从这大厅里爬着出去。赵特助向来正直，为何要编造这样的说辞？陈副总，为了公司形象和利益，我建议你还是别兑现这个赌注了。林月，你就这样看着我被众人嘲笑？又不是我让你打赌，赵特助不也说了不用你爬吗？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不就是出去旅游没给你住上等等舱，你至于跟我赌气到现在？林月，你摸摸良心，这10年你在家吃我的住我的，我嫌弃过你吗？吃你的住你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们家吃的有机蔬菜，每周配送2次，年费6万8，10年近70万，这笔钱是从你的工资卡上划的吗？买菜是你们女人的事儿，谁付不一样。我每个月给我妈的钱够用了。你妈从没给过我钱，这事儿你不是知道了？关于这件事儿，我已经训过我妈了。你要是还不满意，我现在先打2000给你，等中标后有钱了，把剩下的补给你总行了吧？林小姐，没记错的话，今年开春你曾经托我从港城带了一身定制旗袍，纯手工，工费8000，布料2000。那身旗袍之前我在游轮上看到你婆婆穿过。什么旗袍这么贵？你买那么贵的旗袍干嘛？浪费钱！老娘自己赚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其实，如果陈副总不满，也可以让你妈妈把衣服还回来。不过由于是纯手工的，有损坏也得照价赔偿。林小姐好像忘记最重要的那件事。林小姐离婚前，出于望子成龙的欲望，千挑万选，为小少爷选择了白鹿学院。也不知道林月怎么想的，给孩子选了个山里的学校，又远人又少。豪哥，赶紧别说了，那可是白鹿学院啊！我去，白鹿学院，全国顶尖的私立贵族学校，听说从幼儿园到大学师资齐全，从里面出来的非富即贵。别说了，我有个公司市值1000万的朋友想把孩子送进去，检资没通过。验资？陈副总，你不知道，白鹿学院招收要求很严格的，入学前要对学生家庭进行验资，资产低于3000万没资格进入初选。他连自己儿子学校要验资都不知道。那这个钱是谁出的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像是出钱的吗？他儿子的学费要真的都是他老婆出的，那他老婆说不定还真就是林董事长呢。林月，你验资的钱是哪来的？你不会找人造假了吧？陈副总，你不会以为像白鹿学院这个学校是可以被随随便便糊弄的吧？是你帮我老婆通过的印资，你果然和她关系不一般。你宁愿相信林小姐靠外面的人造假，都不愿意相信她有资产有能力。林小姐的身份，稍微愿意想想的人，应该都猜到了。只有你，果然是永远都叫不醒装睡的人。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人心实验室和林氏集团合作的人心项目招标会，我是人心医院的院长。是梦了，那林董是不是一会儿也要上台？在招标会正式开始之前，
请允许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个人，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月女士。不可能！豪哥，冷静，大家都看着呢。感谢各位来宾参加人心项目招标会，我是林月，林氏集团董事长。林董，听说你过去10年一直都在做家庭主妇，这是真的吗？的确如此，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，我过去10年的生活重心一直放在家庭上。不过大家可以放心，林氏的所有业务我一直都有参与，大家不用担心我会分不清呼吸机和空气净化剂。原来他一直都在参与林氏集团的工作，我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？豪哥，先坐下吧，别让人看笑话。10年，他骗了我10年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，招标还在继续，咱们的标才是最重要的。苏曼，你曾经那样对他，你不怕他报复吗？豪哥，你想多了，他是董事长又怎样？难道就能掩盖是你老婆这件事了？嫂子那么爱你，只要你肯跟他服个软，说不定都不用我们再做什么。人心这个项目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可我之前的态度，还有我妈，她真的不会报复我们？豪哥，你对自己有信心一点好不好？嫂子要是真那么记仇，以她的身份，还能有你好果子吃？我看啊，嫂子只是还在生你的气呢。等今天咱们中标，你就用庆祝中标的借口把嫂子约出去，哄一哄，嫂子肯定就会原谅你了。曼曼，你说的对，她毕竟是我老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等今天你拿下这个标，我就找她去约会。那我就提前祝你和嫂子复合成功啦！蠢货一个。不过，要是他真能把林月那个女人哄得回心转意，到时候还不是我赚到了？家主，陈豪那边看上去没死心。他要是这么容易死心，就不是陈豪了。小李那边，停。放心吧，我们的人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豪哥，我出去一下，上个洗手间。苏总，您怎么？李工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要去资料室。您怎么知道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我既然能知道你来这儿，自然也能知道别的事。苏总，您到底想干什么？李工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这次招标结果早就定了，我们苏新器械会是最后的赢家。苏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招标会是今天才开始？你以为方案展示、评委打分真的能决定什么？李工，你在林氏干了5年，不会还这么天真吧？苏总，您说的结果早就定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谁中标，在招标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决定了，今天走个过场而已。可招商部那边不是？李工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整个人心项目组负责招商的王总，负责材料复查的李主任，还有评审组的谢工，都是我的人。你只需要把该给我的资料给我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苏总，这件事要是让林董知道……林董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林董是谁的老婆？李工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有陈副总给咱们兜底，你只要配合我们，事成之后，我绝对会给你一个满意谢礼。假如我说我不配合呢？李工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种事不用我说的太明白。你配合，大家都好过；你不配合，你觉得你还能在林氏待下去吗？你刚才去哪儿了？豪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去上洗手间了。招标进行到哪儿了？恒通医疗快完了，离你的苏新器械还有2个。恒通这次准备的真充分，那组临床对比数据我记了整整2页，不愧是老牌医疗企业。
跟那些半路出家的就是不一样。是啊，看来人心项目最后中标的应该就是他们了。方案做得好有什么用呀？又不是 PPT 做得好就一定能中标了。苏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招标不看方案看什么？看谁嗓门大？当然是看人脉、看关系、看谁更懂得人情世故呗。方案做得再好，没人愿意给机会，那也是白搭，对不对，豪哥？苏总说的对，招标看的是综合实力，不是看谁更懂写文案。那看来苏总是很懂陈副总了。苏总和我是老朋友，我们亲如一家人，当然很了解彼此。这个苏总和姓陈的什么意思？说的好像他俩有一腿似的。姓陈的不是林董的老公吗？你刚看出来，他俩从进门就黏黏糊糊的，那苏曼都快挂陈劳身上。关键是林董还坐在那儿呢，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公开调情，他居然一声不吭。你说林董会不会是个恋爱脑？这位企业代表，你不要乱说，我和苏总只是关系比较好，林月只是比较善解人意，不会瞎误会，我们感情很好。对啊，我和豪哥认识很多年了，前不久我还去了他们的结婚10周年旅行。嫂子很爱豪哥，豪哥让他把房间让出来，他就真的让给我。嫂子人真的很好。那当然，也不看是谁的老婆。有请下一位竞标企业苏鑫器械的代表上台。我们苏鑫器械提出的方案核心是利用 AI 技术实现医疗全流程的智能化改造，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，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医疗生态系统。PPT 也太粗糙了，数据都不标注清楚，这种水平也敢来竞标？他不会真内定了吧？这种水平都能进招标会？苏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。林董有什么问题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第一个问题，你刚才提到 AI 技术实现医疗全流程智能化，请具体说明你的 AI 模型使用的训练数据来自哪里？数据量是多少？标注标准是什么？通过了几类医疗器械注册？这个数据的问题，我们还在和几家数据公司洽谈。第二个问题，医疗 AI 产品属于3类医疗器械，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，需要经过临床试验和注册审批。你的产品目前处于什么阶段？临床试验在哪家医院做的？伦理审查批件号是多少？第三个问题，你团队介绍里那2位专家的研究方向是建筑材料和土木工程，跟医疗 AI 毫无关系。你刚才说的国际顶尖 AI 技术团队，具体是指哪几位？他们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哪里？有没有医疗 AI 领域的落地案例？豪哥，好了，林月，一个招标而已，又不是论文答辩，至于问这么细吗？陈副总，你觉得我问的太细了？难道不是吗？招标会而已，就是走个过程，该有的都有不就行了？问那么多干嘛？所有竞标企业必须提供完整的资质证明、临床数据和预算明细。这份公告3个月前由林氏集团董事会审议发布。你作为项目的核心人员，不可能没看过。我只是在履行正常的甲方职责。陈副总，你有异议？那你刚才怎么不这么问别人？陈副总，你是没看恒通的报告吗？营业执照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、3类注册证编号、临床对比数据、预算明细、风险测评，恒通准备的资料远超我们的准入标准。他们负责人甚至直接将他们的临床实验视频现场发出。我还需要问什么？华瑞标书120页，新称106页，每一家在交标书的同时都附了完整的资质材料。苏鑫器械1份 PPT 4页正文，有2页还是含口号。这都能过审，真是亲生的吧？ PPT 简单怎么了？曼曼这次的项目提要是我亲自选题的，从技术架构到实施方案我都看过，也找了审核合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陈副总亲自选题，那不就是既当裁判又当机动女？难怪陈副总力挺苏总，原来是自家项目。那我们这几家是不是都变成陪太子读书了？嫂子，我知道你是还在为头等舱的事记恨我，但也不用故意在这种公事场合给我难堪吧？好了，老婆，我知道我和曼曼走得有点近，让你吃醋了，可能不是为了公事嘛。招标的事儿就交给评审组吧，我答应你，等招标会结束，我带你重新过一次10周年纪念日，就我们2个人，你给我个面子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行不行？陈豪，你信不信随你，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，我不想再跟你争论，到此为止，招标继续。林董，我不是质疑您，但这个情况实在让我们这些认真做方案的竞标方很不安。我今天就斗胆替大家跟您求一个担保，
您能保证今天的招标会是公平的吗？我以林氏集团董事长的身份，向在场每一位承诺，人心项目绝对会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为原则招标，中标的企业一定是最符合要求的那一家。公平公正，遇到人情社会，你想公平都难。林月，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就什么都能说了算？临床数样本量才500例，不够格，超预算12%，华瑞也不行。苏鑫器械，思路清晰，有前瞻性。苏鑫，老谢，你老糊涂了。他们家那标书我都不想说，也不知道谁给他过的审。谢工，苏鑫连资质证明都没附，这不合流程。小宋，你妈还在仁心医院住院吧？下个月床位怒费的事儿，我可以帮你打个招呼。小夏，你上个月的绩效评级我已经签了，你那个项目延期的事儿我帮你压下来了。现在开始投票，我希望大家可以配合一下，皆大欢喜。本次林氏与仁心医疗实验室联合项目招标企划，中标企业是恒通医疗。这不可能！有黑幕！本次林氏与仁心医疗实验室联合项目招标企划，中标企业是恒通医疗。这不可能！有黑幕！林董，这个结果有问题。评审组是不是搞错了？苏鑫的方案是我们几个领导一起把关的，怎么可能输给恒通？评审，恒通的方案我看过，根本不如苏总的有创意。就算苏鑫的标书确实有缺陷，我也已经特意找。你给苏鑫的标书怎么了？怎么不说下去？这是怎么了？各位，他不敢说，我来替他说。陈豪副总经理出于私利，通过黑客篡改了我们的后台，让苏鑫的标书进入了白名单。林月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没有，你有证据吗？嫂子，你就算恨我，也不能冤枉豪哥。豪哥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样污蔑他？林董，你说话要讲证据。陈副总在公司干了10年，兢兢业业。你说他篡改后台，你有什么凭据？林董连自己老公都揭发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你刚才没听见吗？陈副总帮苏鑫的标书走后门，这不叫揭发，这叫大义灭亲。我用得着走后门？林月，你忘了5年前华东医疗器械集采项目是我写的标书拿下的，我用得着去篡改后台？陈豪，你真以为那个价值上亿的标书是靠你通过的？你什么意思？5年前华东医疗器械集采项目，你的初稿被退了6次，最后是林董连续熬了3个通宵，把你的方案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。3年前的西南建筑机械智能化改造项目，你的技术参数全标错了，是林董让技术部的人帮你逐页修改，连标点符号都帮你校对过。你以为那2个标书能过，靠的是你的本事。姓陈的，你在林氏10年独立完成过任何一个项目吗？你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过是林月养的一条狗。陈豪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拿老婆的资源去送客户，这是真爱。可惜玩脱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把传票给苏曼，不该让你住拼床，不该相信我妈的话。你救救我啊！家主，离他远点。老婆，你不要听赵特助挑拨，他就是想拆散我们。你救救我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，谁都比不过你。陈豪，我最后悔的就是当初因为跟你谈恋爱，把你强行招进了林氏，否则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。我知道，不是这样的。陈豪、苏曼、王坚林，你们涉嫌多项违规行为，存在信息安全相关违规。我们接到林月女士的举报，现在要带你们回去配合调查。是你，
是你举报的我们。林月，你居然这么绝情！这就叫绝情了。当初你让我在你家当牛做马，眼睁睁看着你爸妈欺负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自己绝情？放开我！不是我！我要找刘总，我要找华南分公司的刘德胜。刘德胜，他半个小时之前就被带走配合调查了。林月，你救救我！我们10年的夫妻，我们10年的夫妻情分啊！10年夫妻，我给过你无数次机会。这一切都不是我主导的，是陈豪怂恿我的。是你自己一步步选择犯错。我只是配合工作，不能这样对我。没有人逼迫你触犯规则。无需再多辩解，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即可。各位来宾，刚才的插曲不会影响人心项目的正常推进。在此，我正式宣布，恒通医疗的中选结果保持有效。同时，林氏将组建联合监督小组，对项目全流程开展独立监督工作。我会拼尽全力守护这份事业。我向所有人保证，林氏所有项目都会依规公开运行。你又充钱了？这个月都往里面投不少钱了。奶奶，我饿了，中午我们吃什么呀？冰箱里有面包，自己拿去。冰箱里的面包都长毛了，根本没法吃。长毛了撕掉外皮就能吃，哪来这么多事儿？等你爸爸回来，就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不想吃包子，我想吃妈妈做的小蛋糕。爷爷兜里的钱只够买包子，再等等你爸爸。总共400万的欠款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儿子马上就要拿下大项目，手握几千万资产，区区400万根本不算什么。等陈豪和苏曼拿下项目，还清欠债之后，我们就换一套宽敞的大房子，离开这里。轩轩会有专属房间，还有全套游戏机。什么？陈豪被带走调查了？关起来了。爷爷奶奶，我是不是没有大房子住了？坏了，400万，我得想办法找人借去。这个苏曼，平时老往我面前杵，要用他了就不见人了。亏我还想撮合他和我们陈豪。要不找林月？找那个废物能有什么用？一个没工作的废物，要钱没钱，要本事没本事，还敢抛夫弃子。张桂兰是吧？你欠的400万什么时候还？再通融一下，马上就。老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都已经是失信人员了。你儿子刚被抓，你还想通融？没钱就那房子抵债。奶奶，老太太，你怎么没说你媳妇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啊？什么董事长？林月，林氏集团董事长。今早新闻刚报的人心项目招标会，他亲自宣布的中标结果。不可能，她就是个家庭主妇，她怎么可能？林月是董事长。老太太，你这就不厚道了。有这么有钱的儿媳妇，还跟我们装穷？400万对她来说不就是9牛1毛？老太太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时候你要是拿不出钱，我就去找林董要，到时候可就不是400万的事儿了。他真的是董事长，那陈豪瞒了我们10年，一个字都不说，他肯定是故意的，是他害的陈豪，他还让警察抓走了曼曼，这死丫头！行了，人家现在可是董事长，有权有势的。奶奶，妈妈真的是董事长吗？那我们是不是不用还钱了？对，找你妈去，她不能不管我们。奶奶，
我跟不上了。这点路都跟不上，还真是废物！不许哭！女士，请问你找谁？我找我儿媳妇儿林月，林氏集团的总裁，你们让开！女士，请问有预约吗？预约？我找我儿媳妇儿还要预约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她婆婆。女士，如果您再闹事，我们会报警。报警？你报啊！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林月那个害人精！林月，给我出来！你不尊重公公婆婆，抛夫弃子，你有本事出来对峙啊！别躲在屋里不出声。张女士，林董今天不见客，请您回去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赵特助啊，就是你天天跟在我儿媳妇屁股后面转的那个。我儿子就是被你害的，对不对？张女士，陈豪被抓是因为他涉嫌犯罪，与任何人无关。你放屁！就是你跟林月那个贱人合起伙来陷害我儿子，你们两个狗男女不要脸！张女士，请你注意言辞。我注意什么言辞？你敢做不敢当，你就是个男小三儿，破坏别人家庭，不要脸的东西！张女士，我已经说了，林董今天不见客。如果你继续在这里闹事，我们会报警处理。哼，你报啊，你报啊！我正好让警察评评理，看看你们林氏集团是怎么欺负人的。我儿子被你们害得进了监狱，我孙子连学都上不了了，我们一家老小被追债的追得走投无路，你们倒好，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。奶奶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在这里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是我孙子林月的亲儿子，他都多久没管过了？孩子瘦成这样，他看都不看一眼，这世上哪有这么狠心的妈？林月，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你终于肯出来了！你看看你把我们家害成什么样了！张桂兰，你说我害你们家，我怎么害的？你把我儿子害进了监狱，你让人抓了麦麦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们家完了，全完了！张桂兰，陈豪被抓是因为他商业贿赂、串通投标、篡改公司后台，这些事儿是我让他做的吗？苏曼被抓是因为他行贿几百万盗取商业机密，这些事儿也是我让他做的吗？张桂兰，你刚才在外面喊说我吃你的住我的，说我抛夫弃子，说我不守妇道，这些话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说一遍吗？说就说，你嫁到我们家10年，吃我们的住我们的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张桂兰，这是你们家10年来的全部开销，每一分钱都是从我的卡上划的。你儿子的工资从没进过我的账户，10年是你们吃我的住我的，你要拿这个来污蔑我，我就把这份账单全程曝光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们陈家是怎样的一群白眼狼。那你抛夫弃子总没错吧？轩轩一直哭着闹着要找你，要和你在一起，你自己说，你多久没管过轩轩了？他还是个孩子，你怎么忍心？轩轩，你说你想跟妈妈在一起，是因为你想妈妈了，还是因为奶奶不给你做饭，不给你洗衣服，没人管你了？他不是想要妈妈，他是受不了没人伺候的日子。陈子轩的生活费和学费我会照常支付，我已经安排了专业的经理人负责他的日常起居和教育。在他成年之前，我不会把他交给陈家任何人。你凭什么？他是我们陈家的孙子。轩轩，等你长大了，能不能继续拿到这笔钱，看你自己的本事。你好好学习，做个正直的人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你要是跟你奶奶一样，张桂兰，你以为你输掉的那400万真的是运气不好？跟你打牌的那个人出老千，我已经找人举报了，他已经被抓了。你输掉的那些钱，等案子结了会退回来。现在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，从今往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来林氏。下一次我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。去。现在走吧，咱们以后至少还有机会来看轩轩。走吧，妈妈带你去见张阿姨，她人很好，你会喜欢她的。妈妈，不能让爷爷奶奶和我们一起吗？轩轩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你想和我生活，就不能选爷爷奶奶。但如果你长大了，有能力自己供养他们，妈妈也不会阻止你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前不应该那样对你的。你能这么想，妈妈很高兴。以后的每一天都会是新的人生。